在养猫人群中，普遍流传着一种让调皮的猫咪1秒钟变乖巧的小技巧，那就是扼住猫咪命运的后颈肉。这时候，它就会变得一动不动，分外乖巧。这是因为在猫咪小时候，它们的行走十分不利索，无论是日常的觅食还是躲避天敌，都是由猫咪母亲用嘴叼着移动。久而久之，小猫咪就形成了一种记忆。所以，成年后的猫咪在后颈肉被捏住时，它就会以为是来自妈妈的爱护行为，瞬间变得十分温顺。在学界，猫咪被捏住后颈肉形成的这一条件反射行为，被专家称为掐捏诱导行为抑制现象，它属于后天形成而非天生的。针对捏猫咪的后颈肉来使其乖巧这一行为，很多爱心人士或许会问，他们会不会是因为感到疼才不敢乱动？在这里还请各位铲屎官不必担心，因为据有关实验表明，捏住后颈肉的猫咪瞳孔既没有放大，心跳速度以及呼吸速度等各项身体指标也都是正常的。换句话说，疼痛害怕的生理现象均未出现，所以猫咪并不是因为恐惧或者害怕给吓住而不敢动弹，相反，它们恰恰是因为感到十分安全而产生了身体微微蜷缩的温顺行为。而这其中的原因则是猫咪们以为遇到了危险，猫咪妈妈正像以往一样用嘴叼住自己的后颈肉，迅速地去到其他安全的地方，而它们的行为也恰好能够提高猫咪妈妈的行动效率。但是捏猫咪的后颈肉这一方法并不是所有猫咪都适用，因为这种反应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弱。曾有美国学者对31只猫咪进行针对性的掐捏诱导的行为抑制实验，实验结果表明，只有67%的个体出现了该现象，并且该现象与年龄呈负相关。换句话说，就是猫的年龄越小，出现掐捏诱导行为抑制的现象越明显；猫的年龄越大，出现掐捏诱导行为抑制的现象越弱。因此，专家建议捏后颈肉这一行为仅适用于年幼的猫咪。首先是因为年幼猫咪习惯了猫妈妈用嘴叼自己的后颈肉，所以极大可能会对捏后颈肉这一刺激产生应激反应，也就是产生掐捏诱导行为抑制现象。其次，年幼的猫咪由于自身体重相对较轻，后颈肉能够负担得起整个身体的重量，对猫咪不会产生伤害。但是对于成年的猫咪，专家则建议不要随意的乱捏它们的后颈肉。首先，成年后的猫咪由于长期缺乏猫妈妈叼后颈肉的刺激，所以掐捏诱导行为抑制现象或许并不会出现。其次是，当猫咪被拎起来后，会让它们觉得很不舒服，这是因为脖颈部分肌肉已经承受不住它们自身的体重，所以猫咪的肌肉和皮肤会产生疼痛感，严重的甚至会导致猫咪的颈部软组织受损。在这种情况下，撸猫行人也极有可能会被抓伤。在生物分类的阶层系统中，猫与老虎都同为猫科动物。动物学家也发现，猫和老虎在生活习性上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家猫96%的基因都是与老虎相同的。那么，捏住老虎的后颈肉，它是否会像猫咪一样产生掐捏诱导行为抑制现象，变得安安静静，任人处置呢？据专家调查，掐捏诱导行为抑制是猫科动物在极为艰难的自然中长久生存、逐渐演化而来的生存手段。在自然界，猫科动物不像高级灵长类动物一样，能逐渐进化出强有力的双手，所以当它们在感受到危险的时候，只能用嘴叼着幼崽的后颈肉，转移到其他安全的地方去。而幼崽在被叼着的时候，则会缩紧身体，保持安静并且不动。这不仅有利于猫科妈妈极大程度地提高自己的行动效率，幼崽也能避免因为调皮乱动而出现掉下来的情况。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所以经过长时间的演变过后，猫科动物至今还保留着这一行为特征。因此，同为猫科动物的老虎，如果被提起后颈肉的话，也会产生掐捏诱导行为抑制现象，并变得和猫咪一样乖巧顺从。看到这里，或许有人会说，难怪施耐庵在《水浒传》中描写武松打虎的过程是，武松把左手紧紧地揪住顶花皮，偷出右手来，提起铁锤般大小拳头，尽平生之力只顾打。原来捏住老虎的后颈肉，真的能让老虎乖乖就范。有了这一招，我就有机会成为第2个武松了。
如果你这样想，那就错了。据熊探长了解，至今没有人通过捏老虎的后颈肉这一方法来控制，甚至打死一只成年老虎，并且以后想要实现这一愿望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这是为何呢？第一，武松打虎的故事是施耐庵虚构出来的。武松打的老虎并不是真正的老虎，而是一个叫蔡琼的人。因为他平时无恶不作，十里乡亲都十分憎恨他，所以大家就把他叫做蔡虎。当时武松为民除暴，才将蔡琼打死，而自己却因刑罚致死。而《水浒传》是为了突出武松的人物特点，才杜撰出武松打虎的故事。第二，根据美国专家做的实验结果推测，随着幼年老虎的年龄逐渐增长，捏成年老虎的后颈肉出现掐捏诱导行为抑制的现象会逐渐减弱，甚至消失。这是因为对于老虎而言，老虎妈妈虽然也会用嘴叼着幼年老虎行走，但也仅限于出生后的前2-3个月，而老虎成长则需要3年以上，一生的寿命则是10到20年。因此，除了刚开始的那2-3个月，随着老虎的成长，长大之后的成年老虎是不太可能记住被叼或者捏后颈肉这一刺激的，所以也不太可能会出现掐捏诱导行为抑制现象了。第三，掐捏诱导行为抑制需要及时的给予刺激，才会产生相应的条件反射。虽然小猫咪长大后就不会得到来自母猫用嘴叼后颈肉的刺激，但是作为撸猫星人的我们，同样会通过捏后颈肉来使猫咪乖巧，因此猫咪对掐捏诱导行为抑制行为的印象会更加深刻。由于幼年老虎受到来自老虎妈妈用嘴叼的刺激时间较短，并且不大可能像猫咪一样会接收到来自除了老虎妈妈之外额外的掐捏刺激，所以成年老虎对掐捏诱导行为抑制现象可能就会随着时间而消失了。基于以上分析，熊探长想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想试着用捏住老虎的后颈肉来打只老虎试试，因为这种方法用在幼年老虎身上或许有可能，但是用在成年老虎身上的可能性极小。其一，掐捏诱导行为抑制行为极大可能不会有效，除非成年老虎持续接受到掐捏刺激。其二，就算掐捏诱导行为抑制行为生效，我们也不可能拎得动一只成年老虎的后颈肉。其三，可能我们还没碰到成年老虎的后颈肉，就已经被老虎生吞活剥了。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如果您喜欢熊探长的视频，欢迎点赞、收藏、评论加关注，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